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美国司法部日前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美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周六晚，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新华社指出，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动，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周六晚9时50分许，孟晚舟一行搭乘的中国政府包机稳稳降落，机场灯火通明，机身上的5星红旗格外醒目。舱门打开，一袭红裙的孟晚舟向等候在这里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现场爆发热烈欢呼。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由于疫情原因，现场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孟晚舟用颤抖哽咽的讲话，表达了对祖国最深沉的情感。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遇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3年，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爱与温暖。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我也感谢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相关部门对我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坚定地维护了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孟晚舟表示，回首3年，更加明白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十指相连，祖国是最坚强的后盾，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企业才能稳健发展，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以祖国为傲；作为一名奋斗的华为人，我以华为为傲。艰难方显勇毅，磨砺使得玉成。所有的挫折与困难，感激与感动，坚守与担当，都将化作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拼搏的勇气。我们坚决拥护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忠于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事业，在政府的管理规则下，努力发展好企业，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国庆即将来临，提前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我想说，有5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孟晚舟数次向欢迎人群深深鞠躬，欢迎人群多次对她的深情致辞报以欢呼和掌声。孟晚舟和欢迎人群一同高唱歌唱祖国，很多人流下热泪。在机场等候的有100多人，除了孟晚舟的家人外，还有外交部、广东省、深圳市有关领导和华为公司有关负责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与孟晚舟同机抵达。目前，孟晚舟已按照防疫规定乘车前往指定酒店接受隔离。她将按照14+7入境隔离政策，在集中隔离14天后，再进行7天居家隔离。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过境转机时遭加方无端拘押，前后长达1028天。这是一起由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帮助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对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目的是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其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加拿大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美方仆从的不光彩角色。
那么孟晚舟事件本身呢，可以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一个政治事件啊。美国为了达到来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华为的目的呢，实际上是策划的一场阴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站出来对公民和企业进行保护啊，我觉得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我们这强有力的外交所展示的实力我觉得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呢很难得到保护我觉得从孟晚舟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得到这一点。孟晚舟顺利返回祖国，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人民日报在周日的头版发表了题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9月25日，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文章指出，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14亿多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中国公民最坚强的后盾。孟晚舟事件充分表明，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国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行为，绝不允许中国公民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牺牲品。新华社在周日凌晨发表题为“孟晚舟顺利回到祖国”的报道，文章写道：“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为，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从周六下午，孟晚舟搭乘的中国包机进入中国领空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各平台就开始了全程直播。截至周六晚23点，央视新媒体直播总观看量近4.3亿。深圳媒体也给予高度关注。深圳广电集团联合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从当晚6点40分开始，开启了长达5小时的新媒体直播。在深广电自有平台全网观看总量超过1266万，短视频产品全网播放量超过5500万，形成了全网传播热潮。深圳卫视直新闻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其中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国传递的意义一文指出，只有强大的中国政府才是你有力的支撑，才能维护你的利益。孟晚舟已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在孟晚舟回国之时，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华为连续6年第一。华为还在当天的全连接大会上发布全新操作系统，名为 OpenOLA。欧拉，这无疑是对仍在打压华为的美国最好的回击，也让孟晚舟这3年来所受的煎熬与痛楚没有白付。华为是打不倒的，这自然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祖国的力挺。晚舟归航也点燃深圳人民的巨大热情。周六晚，深圳市内多处地标建筑楼身打出欢迎孟晚舟回家的巨幅标语。在深圳龙岗，300架无人机组成的机队在空中飞出“月是故乡明，轻舟虽晚，终回家国”等字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歌声响彻国际候机大厅。在华为新生社区，华为员工建起1000层高楼铁，表达对孟晚舟的欢迎之情和对祖国强大的自豪。轻舟归家国，千日犹未晚，欢迎回家，祖国万岁等留言比比皆是。周日，有记者探访深圳华为总部，看到华为总部财经大厦电梯间的显示屏上打出“山花烂漫迎军归，守候1029天”的字样。华为总部财经大厦咖啡厅灯塔在守候，欢迎英雄回家的咖啡杯随处可见。孟晚舟回国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外交实力。深圳卫视注意到几个细节。就在孟晚舟获释前几天，中方代表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敦促加拿大立即纠正错误，解除对孟晚舟的任意拘押。而早在2018年，孟晚舟被任意拘押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和加拿大驻华大使。2次召见，中方都用了同一个词，性质极其恶劣。这次从温哥华启程回国前，中国驻加使馆相关人员专门到机场为孟晚舟送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同行回国。由这个驻加拿大的大使陪同这个同机回国，这正是表明这是一场国家的行动，是吧？一次外交的行动。
可以说国家呢就是在这个方面，给咱们的企业给受到影响的公民呢，予以了非常充分的保护。事实上，孟晚舟顺利回国，不仅有中国外交人员努力的结果，更因为站在他们背后的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今年7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中国开出2份清单，释放孟晚舟成为中国给美国当面列出的需要解决的26项问题之一。这在中美交往史上还是首次。有观点指出，归根到底，靠所谓实力打压制裁的路数，在今天的中国行不通，美国只能回到讲理的轨道上。从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的处理的结果来看应该说中国政府给美国政府设定的2张清单美国方面是清晰的收到了，而且感知到中国维护公民个人和企业合法权利的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实力。国内媒体一片欢腾，海外媒体也纷纷用大量篇幅对孟晚舟回国进行报道。孟晚舟回国当天，美国彭博社发表题为《美国付出代价结束华为问题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文章，称孟晚舟回国意味着美国执行了中方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一项关键要求。尽管美国会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但孟晚舟回国将为中美关系的改善铺平道路。《华尔街日报》同日报道称，孟晚舟从加拿大返回中国，消除了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刺激因素。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表示，孟晚舟事件的解决使得加中关系少了一根刺，但加拿大与中国可能不会再回到从前的状态。孟晚舟顺利返回中国，同样触及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政客的敏感神经。以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比尔·哈格蒂为首的一批反华先锋，正在激烈批评拜登政府向中国投降，质疑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继续制裁华为。比尔·哈格蒂宣称，这是向中国的进一步屈服。利用这个案件成功的解决也可以说呢，展示了国家的这样一个实力，也使得美国认识到要尊重中国的合理的关切合法的利益实际上是开展任何的中美合作的一个前提。孟晚舟平安回国，在日本也引发热议。深圳卫视注意到，与以往网络右翼无端攻击、抹黑中国不同，此次大量日本民众支持中国，佩服中国与美国无理行径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其中很多人开始反思，同样面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如果当年日本也能像中国一样不懈抗争，或许就不会陷入失落的30年。日本的外交、经贸乃至国力也会与今天大不相同。有日本网民评论称，和孟晚舟相比，东芝的干部们真是可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想必会成为今年的流行语。非法拘押3年，辛苦了。华为不是第2个阿尔斯通，地球也不是美国为所欲为的地方。